我們現在要離開 Split 前往 Dubrovnik， 目前去的城市離 Toll Road 大概都是20分鐘的車程。克羅埃西亞一路開下來的標誌非常的清楚，路況也很好，真的非常適合自駕。現在看到的這一座橋就是2022年通車的佩列沙茨大橋。以前去 Dubrovnik 還要先穿過波斯尼亞的內烏姆，再重新入境克羅埃西亞。結果我的功課沒有做足，租車公司問會不會出境，我還非常肯定說不會，所以今天只好直接走這一座新大橋了。有點可惜，沒有辦法順便跨國看一下其他的國家。我們開了大概3小時，到了我們這3天要住的飯店。Reese's Premium 它是一家非常有度假感，看起來與世隔絕的 Resort Hotel， 但是它的地點其實非常的方便，走路到老城區只要15分鐘，而且剛才我們開車進來的馬路啊，居然是10樓，它的建築物是順着山往下蓋的。這一間飯店的細節真的是滿分，廁所的備用品竟然連指甲刀都有，然後最誇張的是最後一天還直接送我們2頂帽子，還有2個包包。我們等一下來海邊看看，就像破這樣下去的。有魚啊，一大堆魚。有魚嗎？哪裡？哎，真的哎，好多哦！這樣一看至少100隻吧，都很小隻就是銀色的。住這飯店最大的缺點就是它餐廳裡面的物價跟瑞士的差不多，一個生蠔8塊歐元。哇，盤子好可愛喲！終於來了，我的啤酒已經從冰的變溫的，我都肚子餓還不敢喝。這個是什麼？這很漂亮哎。最大的一個餅。然後我們還叫了蝦，本來還有叫一個 sea bass 的 tapacho， 就是他說要30分鐘，那我們不要點，結果這些上菜超過30分鐘。謝謝。這個。对 trouble 還好。哇，好脆的聲音哦，真好吃哎！他這邊真的很會做 pastry 的東西，真的很棒。沙子很好吃哎，它的調料很好吃。好吃。我們非常喜歡 Croatia， 因為他們的食物對我們來說非常的好吃。可是不要餓肚子，因為餐廳點餐上菜幾乎都至少要45分鐘。一個冷的。我們要走去 Old Town。猫咪，哇，它们為什麼都那麼漂亮啊？好漂亮哦！這裡跟 Split 就真的是又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哈。我去 Split 我都覺得它的古城很厲害了，這邊更厲害，這 scale 更大。進入 Dubrovnik 老城是完全免費，但要走上城牆的話，一個人要40歐，所以建議直接買 Dubrovnik Pass， 因為也是40歐，除了城牆之外，還送博物館跟1天的公車票。城牆最後進入的時間是5點半，我們今天時間有點太趕，所以明天再來。這一座聖布萊斯教堂1000多年前保護這個城市免受威尼斯人攻擊，因此成為了守護聖人。
如果看過《Game of Thrones》，應該對這一條長長的階梯不陌生。這裡就是瑟西被審判後全裸從大教堂走出來，開始懺悔之路的地方。這座教堂是17世紀耶穌會蓋的巴洛克教堂，在《權力遊戲》裡，它被拿來當作 Cersei 被審判開始懺悔那一幕的聖堂。Dubrovnik 的古城已經超過1000年的歷史，以前是地中海非常重要的貿易城市，靠着航海和外交，在威尼斯帝國和奧圖曼帝國之間生存了好幾世紀。整座古城在197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而近年來，因為《權力遊戲》的君臨城在這邊取景，所以成為全球影迷朝聖的地方。Thank you， 好大哦！這是海鮮盤。它 review 很好，然後那個這邊人真的也很多，可是真的不怎麼新鮮，覺得可以不用來，要不然就是不要點這個海鮮盤，點別的。我們旅館出來不到2分鐘，就是可以租歐多拜的地方。我們要來租1天的歐多拜，就用美國駕照就可以租，甚至沒有跟我們要國際駕照。租了一台125cc 的摩托車，1天是58歐元，準備直接騎上 SRD3。網絡上很多人說，如果只能選這裡的一個景點，那一定要上 SRD3，因為從那邊看下來，你會真正理解為什麼這座城市被稱為亞得里亞海的珍珠。一般遊客大多都會選擇搭纜車上來，來回票是30歐元。我們2個禮拜前在瑞士已經搭過很多次纜車，所以這次改騎車看看一路的風景。一路的風景真的很美，我發現在這邊騎摩托車比開車舒服，真的很值得上來。路就很小一條，要互相讓一下。5塊錢歐元進來 ，Dubrovnik 的 pass not included。這座博物館是 Croatia 祖國戰爭的博物館，是1991到1995年的獨立戰爭。然後它的地理位置呢是最重要的防線之一。那時候這是前線的據點，戰火幾乎摧毀了整個地區。如今的館收藏了400個真實的戰史文物，真的很難想象20多年前這裡是戰火的前線，士兵和居民都在拼命的守衛家園。希望這世界上真的不要再有戰爭。山上的這個堡壘其實是拿破崙時代留下來的建築。這裡也可以玩這個，坐5到10分鐘，40塊歐元。萬一輪胎掉出來怎麼辦？然後也有人包這種車上來，或是包計程車。
們大概是唯一一台120cc 的 scooter 上來的吧。之前看的機車上來都是重機。我也有看有人走 trail 上來，所以這邊應該也是可以 hiking 上來的。很多方式都可以上來，我覺得非常的值得。我們在它的戶外咖啡廳喝了湯和咖啡，味道也還不錯。下山先把摩托車還了，跑來古城來吃這一家，它是巴爾幹與中東地區常見的酥皮餡餅，通常是用非常薄的麵皮層層包裹那個餡 cheese spinach 還有肉。現在是2點半，還有好多人排隊，很脆，很好吃。我們買了 Dubrovnik 的 pass， 上城牆前先看一下博物館。這也太可愛了吧！這個也是真的可以了，因為很多地方可以照相。現在位於的是老城裡面的修道院，這一間就是特別古老的藥房。提醒大家，如果跟我一樣是下午才进到老城區，又想看展覽跟博物館的話，真的一定要抓一下時間，因為有一些館4點就結束了。然後城牆的最後入場時間是5點半。這座城牆一圈大概1.9公里，慢慢走加拍照的話，1個半小時左右可以走完一圈。中間還蠻多階梯，也有很多出口可以下去，所以不一定要走完整圈，可以自己調整。這座城牆在中世紀主要是用來防禦外敵，而且幾乎沒有被成功的攻破過，因為地形優勢加上堅固和很會用外交手段維持安全，所以才保存得這麼完整，也成為歐洲最完整的中世紀城牆之一。這個行程其實很適合下午來，因為你可以一路走到日落的時段，看着太陽慢慢的沉進亞得里亞海，整個古城被染成金色。吃的就是这个沙拉皮皮。每次回饭店的时候，這一家店都有人排隊，所以我們今天decide來吃看看。真的蠻好吃的，好喝這個啤酒，我覺得蠻好喝的。這個像西達的酒。今天下午就要離開克羅埃西亞，先來飯店旁邊的海灘看看。哇，冰的哎！對，難怪我剛那個女的一下去，至少叫10聲哎。她冷到到現在還在叫。老公用手下去摸，像說是冰庫裡面、冰箱裡面的那種水。我們在 Dubrovnik 待了3天2夜，我覺得時間剛剛好。這裡也是克羅埃西亞旅行的最後一站。這邊鐵路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這麼發達，所以非常推薦自駕。和其他歐洲國家比起來，這邊的租車價格真的也便宜不少，路況也很好，開起來非常的舒服。這次我們租車是在 Six 租，我發現只要你不同定點還的話，在 Six 租的車會便宜很多。我們把車子還了，太好了，他當場檢查，當場說好不好。下集是快閃雅典24小時，還有開箱重吃程度出名的土耳其商務艙。下集見嘍，拜拜。